大家好，歡迎來到呆萌財。最近呢，有不少朋友留言想看一期關於國內紅利低波動基金的深度評測。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陣營，目前市面上的相關產品已經超過60隻，總規模突破了1500億。今天的節目呢，我們就分3步幫大家做個梳理。首先，從底層指數的角度，對比它們長期的歷史表現與收益特徵；其次，通過對比相關基金的實際回報，來交叉驗證這些策略在實盤中的有效性。最後呢，結合咱們一貫重視的成本控制，為大家盤點出現階段費率最低的 ETF 標的，希望能為您的資產配置提供有價值的參考。首先呢，在開始正式評測前呢，我們要先排雷一個常見的數據幻覺。大家都知道呢，我平時喜歡直接把基金的季報或年報用底層數據來进行真實的对比。打開紅利低波 ETF 華泰柏瑞的2026年1季度報，翻到咱們老生常談的業績走勢圖，這一看呢，絕對會嚇一跳。成立以來累計收益 139.26%， 而業績比較基準收益率只有 56.35%， 整整高出了基準 82.91%。是什麼基金經理這麼神，業績能比基準高出呢將近 1.5 倍呢？難道咱們挖到寶藏了？冷靜一下呢，翻到產品概況看看，赫然寫着本基金主要採取完全複製法，copy抄作業怎麼可能超出 1.5 倍的超額收益呢？再仔細看一眼它的業績比較基準，瞬間就破案了。基準是中證紅利低波動指數收益率，這和咱們第51期評測國內納指時遇到的情況一模一樣。這只是一個價格指數，壓根沒有把紅利再投資算進去。您可能會吐槽，我們買紅利基金圖的就是分紅，你拿一個不含紅利再投的指數當標尺有意思嗎？大家先不要着急，這並非基金公司在刻意制造虛假繁榮。其實國內多數老牌紅利的 ETF 長期以價格指數為基準，主要是受行業慣例和早期監管導向的影響。像景順長城、嘉實的紅利低波 ETF 也都是這麼操作的。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咱們在軟件上看到的紅利低波類業績比較基準，其對比口徑是錯位的。您看季報裡基金經理的自評，本報告期內本基金的日均絕對跟蹤偏離度為 0.036%， 期间日跟蹤誤差為 0.045%， 跟蹤數據非常漂亮，但為什麼近8年的累計偏離度卻高達 82.91% 呢？其實這 80% 多的巨大差值不是什麼管理神話，正是那些沒有體現在價格指數裡卻實打實分給您的現金，在歲月裡滾雪球滾出來的紅利複利。好了，回到正題呢，正式評測開始。紅利低波策略的核心呢，就是在傳統高息股的基礎上疊加一層低波動的防護罩。它的底層邏輯很清晰，先用高股息呢鎖定安全邊際，然後再通過低波動因子把那些雖然分紅高但股價大起大落的股票給剔除出去。在實際編制的時候，通常會先看連續分紅記錄、股息率以及 ROE， 也就是淨資產收益率的均值，篩選出基本面扎實的高分紅標的，接着再用收益率標準差等量化指標卡掉高風險個股，從而把組合整體的波動率給降下來。目前國內主流的紅利低波指數，按照編制方法呢，主要分為中證系列和標普系列。為了做深度橫評呢，我們精選了6只最具代表性的指數。中證系列4只，也就是中證紅利低波、中證紅利低波100、中證300紅利低波、中證紅利低波，以及標普系列2只，也就是標普中国 A 股大牌紅利低波50、標普港股通低波紅利。至於像 A500、中證800以及上證紅利低波等指數，由於相關 ETF 規模較小或者成立的時間太短，就不列入本次的評測範圍了。畢竟盤子越小的指數，受個股股價異動的影響就越大，這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我們追求低波動的初衷。
這6隻指數呢，在選股池和加权方式上各有門道。首先呢，在選股池方面，除了中證300紅利低波將範圍鎖定在沪深300的头部大盤股，標普港股通低波紅利的專門南下淘金港股外，其餘4隻呢都是立足於滬深全市場進行海選。然後呢，在加權方式方面呢，大多數的指數採用簡單的股息率加權，但中證紅利低波100是個特例，它採用了股息率比上波動率的加權方式，把波動率放在分母上，意味着個股波動越大，在組合裡的佔比就越小，對降波動的追求更加極致。而東證紅利低波呢，則更看重前瞻性，它採用了預期股息率加权，也就是過去3年的股利支付率均值比上市盈率，試圖賺取長期基本面改善的錢。接下來呢，我們用還原了真實复利效應的全收益指数，也就是算上了紅利再投資，來硬核對比一下這6隻指數的年化收益率。請注意呢，這裡不再是季報裡那種價格指數，而是最能體現策略長期理論回報的數據。先看一下近1年的累計回報，領跑的是標普港股通低波紅利是 8.4%， 墊底的是中證300紅利低波是負 6.87%。 那麼近3年年化回報呢，冠軍依然是標普港股通低波紅利 15.28%， 表現最弱的是中證紅利低波100 5.18%。然后呢，近5年年化回報呢，標普港股通低波紅利繼續以 12.27% 穩居第一，中證300紅利低波呢以 7.95% 排在末尾。再看一下近10年長跑的年化，標普系雙雄並駕齊驅，標普港股通低波紅利與標普中國 A 股大盤紅利低波50分別交出了 9.58% 和 9.59% 的亮眼答卷。從這組全收益指數的回測數據來看呢，在1到5年的中短期維度裡，標普的港股通低波紅利指數呈現出明顯的絕對優勢。這主要是因為香港市場的銀行、公用事業和能源股長期處於極低 PE、極高分紅的洼地狀態。但是這裡必須敲黑板，指數展示的是理論毛收益，而內地公募基金實際去買港股通標的會被直接扣除 10% 的紅利稅，這會導致相關基金的實際表現不可避免地落後於全收益指數。拋開特殊的港股不談，回到 A 股內戰，近5年年化排名第2的是疊加了盈利穩定性指標的東證紅利低波 10.93%， 第3是防禦屬性極強的標普中國 A 股大盤紅利低波50是 10.16%。 而拉長到10年周期來看呢，標普編制的2套指數方案都經歷了多輪牛熊考驗，年化均超過 9.5%， 長線邏輯得到了很好的數據驗證。看完底層指數的理論推理呢，我們就來翻翻實盤的賬本，看看這些追蹤指數的 ETF 到底能不能跟上步伐。為了公平起見呢，我們在跟蹤這6隻指數的 ETF 中，各自挑選了規模最大的帶頭大哥來做代表。目前的規模一哥是紅利低波 ETF 華泰柏瑞，2018年就成立了，目前體量高達334億，先發優勢極其明顯。緊隨其後的是紅利低波50 ETF 南方，規模超160億，位列第3的港股低波紅利 ETF 摩根，雖然2023年11月才成立，但在市場爆買港股高息資產的熱潮下，規模迅速膨脹到了156億。在費率上，大家倒是非常的默契，清一色的 0.5% 的管理費加 0.1% 的托管費，每年固定的摩擦成本是 0.6%。由於摩根的港股 ETF 成立不足3年，在拉長周期的对比中，我們暫不計入，就來看看這幾隻大廠產品的實盤戰績吧。近1年的短跑的摩根 ETF 是 6.93% 逆勢奪冠，而嘉實300紅利低波 ETF 是 -7.7%， 遺憾墊底。近3年的中跑年化呢，是南方 ETF 8.03% 最能打，景瑞長城的紅利低波100 ETF 3.95% 表現最弱。那麼近5年的長跑年化呢，是冠軍依然是穩健的南方 ETF 9.7%， 嘉實300紅利低波 ETF 呢 7.03% 排在末位。
細心的朋友可能發現了實盤基金的收益方向雖然和全收益指數一致，但是在數值上總是有個剪刀差，基金往往會小幅跑輸指數。對於 A 股基金來說呢，這個差值主要就是被指數使用費每年 0.6% 的固定費率、日常調倉以及建倉期的倉位波動給消耗掉了。但是在這裡呢，我們要給大家劃一個重點，對於追蹤港股的 ETF， 港股低波紅利 ETF 摩根，這個剪刀差不容忽視。原因之一呢，就是躲不開的港股通紅利稅。當底層港股上市公司分紅派息的時候呢，內地公募基金作為機構借到港股通，在源頭通常會被代扣代繳 10% 的紅利稅。雖然這比個人直接買港股扣 20% 要划算得多，但對於高股息策略而言呢，依然存在复利損耗。咱们來看一組實盤數據吧。摩根港股低波紅利 ETF 成立2.57年來，累計實盤回報是 54.93%， 而同期它追蹤的全收益指數回報為 66.56%。 這個差距呢是一個綜合結果，其中既包含了無法避免的 10% 的港股通紅利稅損耗、匯率損耗、指數使用費，也包含了基金的管理費、托管費、交易成本、日常維持流動性的現金倉位拖累業績以及建倉期的損耗。順帶解答一下有些朋友的疑問，那追蹤恆生港股通高息低波指數的易方達 ETF 表現如何呢？因為它成立太晚了，是2024年3月才成立的，咱們只能取同周期和摩根做個簡單的拉鋸。截至2026年6月18日呢，易方達成立以來的累計回報是 41.76%， 而同期的摩根拿到了 51.14%。作為同類競品呢，至少在這1-2年的維度裡，標普體系的摩根是壓了恆生體系的易方達一頭的。結合前面的指數回測和這裡的實盤驗證，給大家一個配置型建議。首選推薦呢是標普中國 A 股大盤紅利低波50指數，對應的是南方 ETF 515450，防禦力強，長跑數據扎實。次優備選呢是疊加了盈利因子的東證紅利低波動，對應的東方證券012708，或者呢是標普港股通低波紅利，對應摩根 ETF 513630。底倉保留呢可以是中證紅利低波，對應呢華泰博瑞512890，勝在盤子大，流動性極佳。如果您追求跨越牛熊的長周期穩健，非常建議你嘗試港股加 A 股的啞鈴組合策略，比如用摩根港股 ETF 搭配南方 A 股 ETF 或者東方紅基金，利用兩地市場不完全同步的周期來分散風險，東方不亮西方亮，這才是應對不同市場風格的終極解法。剛才我們回測的6隻老牌指數基金呢，選取的標準是同類中規模最大、成立時間最長的帶頭大哥，但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呢，他們在費率上呢非常的默契，清一色的都是 0.6%， 也就是 0.5% 的管理費加 0.1% 的托管費。在這裡呢，必須給大家提個醒，場內 ETF 作為純被動的投資工具，核心策略就是老老實實複製指數，基金經理基本不需要投入主動選股的投研精力。既然大家都是標準化的抄作業，我們作為投資者完全沒必要去承擔這麼高的固定摩擦成本。敏銳的市場資金呢，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隨着行業競爭加劇，最近新發的一批紅利低波 ETF 直接打起了價格戰，把綜合費率膝蓋戰大幅降到了 0.2%， 也就是 0.15% 的管理費加 0.05% 的托管費。大家在實際布局時呢，可以作為平替參考。比如呢，同樣是追蹤高性價比的標普港股通低波紅利指數，華夏基金就推出了費率僅為 0.2% 的 ETF 版本。再比如呢，追蹤中證紅利低波指數，易方達的低費率 ETF 由於性價比非常高，規模飛速膨脹，目前已經達到了 75.16 億。而追蹤中證紅利低波100的博時 ETF 呢，也靠着低費率優勢，規模迅速做到了 48.37 億。資金呢是用錢投票的，這幾十億規模的快速轉移，充分展現了低費率紅利基金的致命吸引力。對於咱們普通投資者來說呢，紅利投資本就是錙銖必較的長跑，每年省下 0.4% 的無風險管理費，拉長到5年10年，那就是實打實能滾進咱們自己口袋裡的複利。
到這裡呢，咱們這期評測就接近尾聲了。紅 K 低波策略本質上就是用高分紅構建安全墊，用低波動打造護城河，通過降低日常波动来换取更舒適的持仓体驗。目前呢，它已经妥妥的发展成为了市场上的大类資產。如今市面上指數眼花繚亂，中證旗下有紅 K 低波100、300、A500、800以及東證紅 K 等一系列。標普那邊呢，也有 A 股大盤50和港股同低波紅 K 壓陣。為了幫大家省流呢，結合全收益基準與實盤跑分，我們提煉了以下核心的配置思路。優選梯隊呢，建議大家可以將目光聚集在標普中國 A 股大盤紅 K 低波50、東證紅 K 低波以及標普港股同低波紅 K 這3隻優質指數對應的基金上。底倉備選呢，老牌的中證紅 K 低波流動性極佳，依然可以作為整個底倉組合的有力補充。2個必看的避坑點：第一，買港股類的紅 K 低波，10%的紅利稅是無法繞開的硬損耗。第二，同等跟蹤策略下，可以擁抱費率降至 0.2% 的內卷新機，省下的摩擦成本就是咱們普通人最確定的超額收益。最後也要跟大家交個底，國內紅 K 低波基金的數量龐大，無法一一覆蓋。更客觀的說，目前國內無論是全收益指數還是對應的 ETF， 可供回測的周期依然偏短，能拿出10年以上完整牛熊數據的少之又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評測的準確度。本期節目的評測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好啦，本期節目就先到這裡啦，歡迎關注、點讚、分享、充電。我們下期節目再見。